但是投票结束了，明天就公布最终的获奖名单。咱们趁现在来聊一聊这次活动里我们最喜欢的10套设计怎么样？为了公平，特地等到投票结束后才说。好呀，早就想聊聊了。这次好多作品都好棒，我看得眼花缭乱的。这里的点评主要是基于个人喜好，是否适合家居服场景，以及设计结构的表达是否清晰，适合建模啊。有些设计虽然不那么适合居家，但真的让人很想穿出去。有些设计真的太惊艳了，恨不得马上就穿上它们去冒险。Close Cat 这个作者真的是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，他其实一共做了10来套的设计，而且还为其他作者提供了3视图。最后呢，他是只精细化设计了一套神仙式，真的看得出是一位非常细心的作者。是的，我也注意到了，画风和细节都透露出一种很细腻的温柔。一开始我觉得这套作为家居服略显庄重，有一点繁琐，但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做了分片的设计，打底部分就很简约，在家可以穿简约的打底，出门再搭配外套和装饰，好方便，而且每个图案都超级精致的。是的，真的很精致。不管最后有没有获奖，在我心里他已经是一位优秀的设计师了。这么细心和耐心，以后做什么都会成功的。然后是25的游园蝶，我第一眼就超级喜欢这一套，结构非常优雅的新中式，感觉穿起来会特别舒服，很适合居家。特别是这个裙摆半透明的设计和改良旗袍的结合非常巧妙，袜子和裙摆的搭配也很和谐，整体感觉超棒的。还有一位设计师叫做甜甜圈供应商，设计果然也很甜啊，它的前影也让我眼前一亮，整体很有 RPG 游戏的感觉，细节也相当丰富。对，包包、皮带、头饰还有领结都好想试一试。那个斗篷在家保暖，出门又很炫酷。而且它的画风我也很喜欢，说不定他以后可以尝试开发自己的游戏，真的太适合了。要说酷炫的风格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P Revolver 的明退。没错，这个画风太有设计感了，简约而不简单，对细节的呈现非常到位。有种异世界科幻民族风的感觉，又酷又美。特别是这个翅膀的设计太惊艳了，灯笼裤看起来也很好穿感觉穿着这套在家就能飞起来了。还有设计师双耳不闻的作品，给我感觉就是简约但不简单。是的，感觉每一套稍作改良就可以直接量产了，就是那种现实生活中穿起来也会很优雅很好看但又不夸张的设计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我感觉他完全可以考虑创立自己的新中式品牌。花青的这一套半日闲是比较偏欧式的设计。是的，整个设计既有欧式风情，又带着可爱小女生的气息，配色很简约，但结构并不简单哦。上衣的虚实结合很有想法。还有人是铁饭是钢的悠然密语，这一套其实是最贴合家居服主题的设计了。没错，就是那种在现实中也能穿的家居服。如果这一套能够生产出来，我都想买，看起来就超级舒服的新中式家居服。地板滑滑的嘛，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设计师啊。我们之前的视频也展示过他的作品，所以这一次就放在后面聊了。3层结构的设计非常用心。是的，一定要说的话就是衣服上的图案，如果让你建模的话，可能需要在设计师的基础上再细化一下。建模需要考虑到很多实际的因素嘛。这套呢，整体感觉就是在家可以穿打底，外出又可以搭配外套。其实还有好多我喜欢的套装，比如9的蝶梦流光，游乐丸子的蝶样，绿绸商样的蓝，等等等等。还有超级努力提交了整整12套设计的 Good Night。你们太棒了，真的有好多优秀的作品，好多充满灵气的设计师。感觉奖项还是太少了，下次活动我们可以多设置一些。暂定下一次就做绘画接龙吧，奖品就是单纱和品牌的联名商品哦。听起来不错，你赶紧去做。正在进行中啊。总之，不管大家有没有得奖，你们的作品我都认真看过了，很多设计师的艺术造诣真的打动了我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真的是我创作和完善梦星人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动力之一。还有什么呢？另外的动力来源就是我的爱发电了。